你是胜利者，我是失败者。我效忠领袖，我效忠党国，我必须坚定顽强、勇敢无畏、视死如归。这不是信仰，这是政治立场。要说功德林里谁是最强嘴炮，那当属王英光了。就连当过教书先生的黄维都连续2次在他手上吃瘪。这次轮到叶利三这个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了。叶利三自从进功德林以来就没有端正过自己的思想，一直坚持着反动的态度，是功德林里面的顽固派代表。先是伙同刘安国放倒杜聿明和王耀武，随后又想在饭堂上挑毛病，指责伙食太差，怀疑功德林贪污了他们战犯的伙食费。哪怕王英光直接公布了战犯们的生活标准，叶利三依旧不死心，又想在其他方面搞事情。在对待公安部要求每个学员撰写自己简历的任务上，叶利三只用了半张纸来糊弄。政委贺春年好说歹说也拿他没办法。这不，今天一大早又整出幺蛾子了。其他学员都是按时出操，而叶利三却无故缺席，躲在宿舍拒绝出操，哪怕管理员来了，他也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所长，叶利三不知道什么原因死活不出早操。为什么呀？他有啥原因？胡搅蛮缠呗。我知道原因。3年前的今天，蒋介石父子破格提拔叶利三成为整编师的师长。他不出早操，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日子，这也太反动了吧！叶利三是在用实际行动来抵抗改造，报答蒋介石父子对他的知遇之恩。反革命分子，看他这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对于叶利三这样的反动行为，胡大树提议拿根绳子把他绑出来，或者找个小房间关他2天，灭一灭他的嚣张气焰。要我说，全部宽大一个不杀的政策根本就行不通。对待这种最顽固的反动派，就必须坚决镇压，杀他几个。你说什么呢？但王英光却看出了叶利三的目的。叶利三这是想破罐子破摔，想毁了自己，激怒他们这些管理干部，从而达到破坏功德林对待战犯的管理政策。为此，王英光单独在会议室约见了叶利三。王英光此次的目的，一个是为了试探叶利三是否真的到了一心求死的地步，另一个是想多了解一下此人的性格。王英光还没走进会议室，在门口就看见叶利三用毛巾擦拭着桌椅板凳。此人如此爱干净，王英光断定他还没有到随时赴死的地步，并且求生欲还很强，不然一个无所谓就想一心求死的人根本不会在意周围的这些小问题。叶利三，你觉得扮演一个顽固的反动分子是不是挺有意思？我还用扮演吗？我本来就是你们嘴里说的那种顽固的反动分子。既然知道叶利三还没有一心求死的决心，那王英光自然就知道怎么下手了。叶利三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。蒋介石集团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他是腐朽的、反动的、逆历史潮流的、不得人心的。面对王英光的说教，叶利三也已经听烦了。他觉得自己虽然是个失败者，但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也希望王英光尊重一个失败者的信仰。叶利三不说还好，一说到信仰，王英光瞬间有了下刀的方向，当即问他什么是信仰。我信仰领袖，我效忠领袖，我效忠党国。这不是信仰，这是政治立场。我信仰忠孝节义，这就更不是信仰，这是文化传统，而且大部分中国人都受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。我是职业军人，我必须坚定顽强、勇敢无畏、视死如归。这就更不叫信仰，连立场都算不上，这叫职业精神。叶利三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一个德国留学回来的高材生，竟然有一天会被一个连大学都没上过的人对到哑口无言。他沉思良久，才发现自己连信仰是什么都不清楚。要不怎么说王英光是功德林里面的最强嘴炮？论说理，到目前为止还没人说得赢。见叶利三嚣张气焰被打压了下去，王英光开始诉说起了叶利三的辉煌事迹，肯定了他当年想实业救国、弃文从武的伟大抱负，企图唤醒叶利三仅存的爱国情怀。理想跟现实差距甚远，就像老天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。说这也没意思，这就是我的宿命。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不相信宿命。叶利三，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机会，可以让你完成你年轻时候的梦想，你愿意尝试一下吗？王英光所说的机会是什么？我们后面再讲。叶利三也因这个机会彻底改变了思想观念。王维，
你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，到1947年淮海战役中被俘，这期间整整的23年，可你的个人简历都没有写满一张纸。要说功德林里谁最顽固，那自然是号称永动先生的黄维。功德林让学员分队撰写自己的简历，以黄维、叶立三为代表的顽固派是一个比一个犟。几十年的军旅生涯，黄维交上来的简历竟然连一张纸都写不满。政委贺春年不得不亲自找他进行开导。但黄维是什么人？你越是开导他，他就越叛逆。我就这态度，是枪毙还是坐牢，反正你们说了算。黄维，你这个想法是错误的。那就枪毙吧，留着我干嘛？黄维的这番话差点没把贺春年给气死。回到办公室后，忍无可忍，对着王英光吐槽。而与此同时，在另一间办公室内，蔡守元找到了副所长胡大树，询问这个简历到底应该怎么写，因为他以前的经历如果摆到桌面上，那可真是触目惊心呢。老老实实的写，恐怕不行吧？怎么不行？那跟红军作战，跟八路军搞摩擦，新四军打仗，还有跟解放军对垒，这些事情都要真的一一写出来的话，只有2个字：枪毙。蔡守元是真担心自己把这些经历交代之后，他这条命也跟着交代了。但胡大树还是奉劝他必须老老实实的写，这是一个态度问题。随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室。此时的蔡守元不禁回想起自己还没被俘之前。东南方一线生机，你现在应该在雷州半岛。建功，你听我说，我有什么可说的？军令如山，23日你为什么不发起攻击？明日拂晓必须开始总攻，否则剑生有情，军法无情。蔡守元或许是想到，如果当时自己没有听从白崇禧的话，强行向雷州半岛攻击前进，会不会真如卦象显示那般获得一线生机？政委贺春年冷静下来之后，王英光觉得还是得先拿这帮顽固派进行开刀，决定让叶立三成为第一个目标，并且他已经想到了让叶立三思想转变的办法。第二天，王英光主动约见了叶立三，一同会见的还有王英光的弟弟王英明和一名电灯厂的员工。原来自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北京就新建了一座电灯厂，而王英明就是电灯厂的厂长。但由于电灯厂技术水平非常落后，一直生产不出合格的电灯，而北京现在又急需用电灯，没有办法的王英明在回家看望母亲时，顺便把这烦恼的事情告诉给了王英光。所以王英光立马想到了叶立三，毕竟叶立三以前年轻时在德国留学学的就是电气工程，当时那个年代学这个专业的可厉害了。按照王英光的说法，只要给叶立三足够的平台，就是飞机大炮他也能造出来，更别说一个小小的灯泡了。于是王英光赶忙就把叶立三介绍给了弟弟王英明，这样既可以解决电灯厂的问题，又能让叶立三找到用武之地去实现人生价值，如此必定能撼动他抗拒改造的思想。听说你之前在德国学的就是这行，你看你能不能帮我们看看，出出主意？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产品质量上不去。没有技术人员，你们也敢上马电器产品？哎呦，实在没办法，现在老百姓都等着用呢。最主要现在就是形势逼人。再说现在不是找到你这个行家了吗？面对这两位不速之客，叶立三保持着高度警惕，直到了解这件事是王英光极力撮合，叶立三才放下心中的戒备。在此之前，王英光就曾说过要给他个机会实现年轻时的梦想，他还以为是个玩笑，没想到现在这么快，王英光就兑现承诺了。老叶，帮个忙好不好？帮个忙吧。帮个忙吧。你们知道我的身份吗？老叶，现在只要对新中国建设有贡献，就是有用的人。最终在3人的请求下，叶立三松口答应了下来，并在日后做了电灯厂的工程师。